其实我是用这种形式，用视觉语言去说了我对于青春、对于时间的一个片面的理解吧。曾经以为可以改变世界，这组画里面的照片呢，它都是两个男性，50年代到80年代的时候那些老的合影，就是两个男生好的话，他们就会去照相馆照一个这样的照片。当然，这种好也可能是友谊啊什么的，或者是战友，或者是同学都有可能。我第一次呢就看到了一个我父亲，跟一个男生的合影，我觉得两个人很阳光，完了呢脸上跟眼神都跟今天的情况不一样。完了呢，我就看到了台湾有一个作家叫白先勇，跟他的同性恋人的老照片，也启发了我，对我也是一种感动。大概4、5年历史，去潘家园的旧货市场去收的一些这样的照片，陆续的把他们都给放大了，画在一起，有不同的经历、不同的故事、不同的境遇。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都是用我的眼睛，用我的价值观去看这个世界，是个桃心的形状。今天就不会有这样，就会让人产生一种歧义了。但是在那个年代里头，大家都是那么单纯的生活，他们应该是生活里面很美的一部分，说变得平常自然，就是在我们生活的中间的那种感觉。我想把他们都正常化，想让他们不被分类，不被贴标签儿，像打毛衣或者浇花一样，可能1、2天画这么一个照片。这一组作品当时就是画了2年多。我都5、6年没有卖过作品了，而且买我作品的人，就是说他们也都不会买同性恋题材的作品。10年前有很多朋友是画这个题材的，现在都没有了。我以前认识的朋友，他是拍照的，叫任航，他拍这方面的作品。有人买了他的作品以后，就挂在公司里面，或者展览的时候，就每天都会有人去，发现这个画面就被人吐了痰了、吐了口水了。这种主流社会上没有的东西，大家都觉得是一种不能见光的东西。人类社会是需要学习的，你的语言啊，包括你的生活习惯，你都是需要学习的。如果你不需要学习，你就凭空想象出来一种人的一种生活状态，即使你是这种人，你都无法知道他应该怎么生存。可能在中国，你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个暧昧，或者有一段很美好的感情，但是这些感情最终是无疾而终的。最后，这个社会，包括这个国家，这些家庭，还是要求一个同性恋，他们要结婚，要生孩子，要生2胎、生3胎或者怎么样。他给人一种无形的一种捆绑力，把人束缚成一个都像盆景一样的生存状态。我恰恰觉得呢，人是应该多姿多彩的，包括感情也是应该有很多很多种的。这个钟表还是大概有7年前的作品了。摄影师任航他有一个钟表，他已经跳楼自杀了，他有一个遗物。后来以后呢，我就把他这个钟表拿过来，完了就改变了里面的结构，让它倒着走。我觉得每个钟表都象征了一个我之前认识的朋友，一个爱人，我想把他们修好，能活在另外的一个平行宇宙里。当然我想的也不可能，只是我的一种精神寄托吧。但是我还是始终浪漫的觉得吧，还是希望能给大家再来一次的机会。就是燕京八景，其实呢是我最新的画的一个系列的一个作品吧。因为我发现呢，就是说，在以前的镜子啊、结婚上面的洗盘上面都有很多北京的标志性的建筑，
就北京的这些风景吧，在我看来都有一种很强的那种帝王统治的色彩，象征着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，是其他的城市，你像上海啊、广州是没有的，其实都是一个权力的象征。如果能有我跟我之前男朋友的身影在里面呢，美好的定格，但是也是对生活、对世界的一种反抗。我那个小的时候是在那个北京的胡同当中长大的，一直都在北京的最底层吧。我父母就是在街上捡垃圾，后来我也就跟着他们捡，后来我就包括捡了好多垃圾给爸妈，让他们去卖这样子。我觉得他们都是被遗弃的东西，就像我自己的命运一样，也是被时代遗弃的东西，像这些钟表一样，我就是想复活了他们，让他们有一个生命力。可能有一天呢，我的生命结束了，他们的生命可能还能再稍微延续一下。